大半夜接到报案，说看到一个老人带着小孩在荡秋千。接线员以为是恶作剧，可报案人却说他们荡了一晚上，没有停过。赶到现场时，秋千上的小女孩已经死亡。老人将小女孩一次又一次地放到秋千上，周而复始。小女孩被活活吓死。晚上12点接到报案，赶到现场后，小女孩还在秋千上荡来荡去，老奶奶默默在她背后用力推动，可两人之间却没有任何交流，只听见秋千发出的机械声。本来十分温馨的画面，竟变得十分诡异。老人家，请停下来配合调查。我声音并不小，老人面无表情，像是没有听到。情况似乎不对劲，我快步走过去，抓住老人略显冰凉的手。其他同事趁机停下秋千，这才看清小女孩的脸，面色惨白，面容扭曲，像是受到很大的惊吓。小女孩四肢僵硬，早已没了呼吸。这时旁边的老人有种说不上来的古怪，像刚从睡梦中醒过来一般，开始骂骂咧咧，想挣脱我的控制。你们是干嘛的？为什么不让我孙女玩秋千？一会又自言自语，这天刚还亮堂堂的，怎么一下就黑了？我不禁疑惑，现在是晚上12点，刚刚又怎么会是亮堂堂的？他看到地上的小女孩一动不动，慌慌张张地冲过去，抱着她的尸体，一边拍打小女孩的脸，一边呼喊：婷婷，你睡着了吗？婷婷，你快醒醒，不要吓奶奶！见小女孩没了反应，急得放声大哭，我的孙女哟，我怎么跟你爸交代呀？我和同事面面相觑，这人似乎是小女孩的奶奶。这个案件太匪夷所思，于是先把她带回警局接受调查。死者身份已经确认，名叫李婉婷，10岁，正是老人的孙女。具体死亡原因还待法医进一步确认。我让老人把事情的经过详细讲一下。他说，今天傍晚我带着咱孙女到这儿玩秋千，才刚玩一会儿，你们就过来了。说到这儿，他显得很悲痛，流下2行浊泪。我孙女怎么突然就没了？我仔细观察她的一举一动，不像是在说谎。可他说的玩一会儿，足足玩了有将近6个小时。我若有所思，眼前的老人极有可能精神不太正常。于是抱着确认一下的想法，我问他，你知不知道你孙女在秋千上荡了将近6个小时？果然，他听完一脸诧异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们明明才玩了半小时。我脑海中出现一个大胆的猜想，老人可能有健忘症，他忘记时间，所以带着孙女一直在秋千上反反复复，直到孙女发现不对劲，想让奶奶停下，奶奶却毫无反应，她在秋千上被活活吓死。根据报案人提供的信息，他当天晚上6点吃完饭下楼散步，看到老人和女孩在荡秋千，听到女孩笑得很开心，说明那时候女孩还没有死亡。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7点，发现他们还在玩，也没有放在心上。直到晚上12点，下楼去买了包烟，看到两人还在荡秋千。此时夜深人静，没有了欢声笑语。他们小区那片区域入住率并不高，这画面就开始变得惊悚，他彻底绷不住了，吓得赶紧回家，选择了报警。这时李婉婷的父亲李国富也赶到了警局，他看起来是个老实本分的中年男人，眼睛红肿，像是已经哭过一场，有些木讷的开口，警察同志，这是个意外，我妈不会有事吧？不待我细问，他拿出一张精神病证明，上面显示李婉婷的奶奶周梅患有间歇性健忘症，和我猜的没错，这大概率是一起意外事故，只是老人知道自己的孙女以这样的方式离世，不知道要如何面对。李国富说他的女儿有先天性心脏病，受不了太大的刺激。而当我问起你妈妈和女儿大半夜没有回来，你也不去找找，他眼神躲闪，支支吾吾地说晚上陪朋友去喝酒了，都怪我贪杯。说着往自己脸上扇了2巴掌，摆出一副懊恼的表情。还没凑近，就闻到他身上一身的酒味，我叹息一声，真是个不称职的父亲。而女孩的母亲正在外地打工。第二天法医的尸检报告出来，报告显示李婉婷的死因是由于过度惊吓导致的心脏骤停，这和我的推论一致，看来真是一起令人惋惜的意外。于是感叹了一句，真是造孽，家人不得难受死。法医老吴却不以为然地说，难不难受那可不一定喽。我问他什么意思，他长叹了一声，接着说道，这个小女孩面黄肌瘦，头发干枯，这是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。如果家人爱她，她小小年纪怎么会营养不良呢？老吴喝了一口水，又继续，还有一个疑点，根据我的检测，女孩的死亡时间在昨天下午的5点到7点之间。你说报案人他是在晚上6点左右第一次见到这孙女俩，但是5点到6点之间的这1个小时时间，这两人的动向我们并不清楚。我顺着老吴的思路说道，你的意思是女孩有可能是死在5点到6点这段时间，秋千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，她是死亡后被搬过来的。老吴点点头，可我没多想就否定了老吴的看法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表示歉意，你分析的有道理，但是有一点我没跟你说，报案人在6点左右曾说过听到小女孩笑得很开心，这说明小女孩在来到秋千上时还是活着的。老吴耸耸肩，无奈笑道，是我想多了，但这个案子本身就透露着诡异，在秋千上被活活吓死，这说出去都耸人听闻，如果不把她办得无懈可击，
只怕也难以服众。于是我又去到事发地，走访附近的居民，寻找更多的目击者。这是一栋老旧小区，住的大多数是老人，又是不梯房，上下来往的人并不多。看到有扇窗户正对秋千的一户人家，我于是上去敲门。开门的是个老大爷，和他孙子住一起。我于是问道：大爷，打扰一下，9月7号的那天下午5点到7点，有没有看到楼下有人荡秋千？大爷不耐烦地摆摆手，表示没看到。我有点失望，正准备离开，他的孙子却突然举起手，大声冲我说：警察叔叔，你怎么不问我？我看到了，我还录了视频呢。我浑身一震，转过身，忙让他拿来看看。视频拍摄的时间是下午6点02分，只有短短的30秒。点开一看，画面里正是李婉婷和她奶奶，两人玩得很开心，虽然离得有点距离，但是还可以依稀听到李婉婷清脆的笑声。这足够说明李婉婷就是死于秋千上，是一场意外。拷贝好视频回到警局，我把它放到大屏幕上再看。视频里秋千晃动太快，看不清李婉婷的脸，只有很模糊的画面和她清脆的笑声。我把视频交给技术部门的同事，让他还原一下。可处理后的结果把我们惊出一身冷汗。视频被还原后，李婉婷的脸变得更加清晰，但也更加可怕，就像那天晚上我们发现时那样，嘴巴大张，两眼瞪开，面容扭曲，脸色惨白，分明就是个死人。更可怕的是，画面不停播放，李婉婷的尸体在秋千上像是被激活一般，发出瘆人的笑声，让人心有余悸。死人为什么会笑？一定哪里有问题，但我又一时说不上来，心里有点烦闷，于是走出去透透气。旁边有个幼儿园，有不少儿童正在荡秋千，欢声笑语，尖叫不断。这又让我想起李婉婷，不由得默默观察了一番。突然，我脑子轰的一响，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。视频里的笑声出现的位置不对。幼儿园荡秋千的小朋友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就是只有在老师把他们往上推的那一段，会发出尖叫声或者大笑声，在秋千荡回来的那段路程不会发出这种声音。而走访时得到的那段视频里，李婉婷在荡回来的时候，也曾多次发出尖叫声。这只有一个解释，视频里的声音是假的。李婉婷的奶奶在说谎。我找来李婉婷奶奶的手机，这是一部老旧的智能机，10年前的机型，用起来已经十分卡顿，点一个界面等半天才有反应。在她的相册里，有几段李婉婷荡秋千的视频，画质还异常清晰。我把它们一一拷贝下来，让技术人员把它们和走访那段30秒视频的音频进行对比。果不其然，那段30秒视频里的音频，正是来源于李婉婷奶奶手机视频里的其中一个。她在一边推秋千时，一边大声外放手机里以前的孙女荡秋千的视频。当有目击者经过时，听到笑声，就会误以为李婉婷还活着。加上当时天色已晚，秋千又一直处于摆动状态，看不清楚人的面貌。等到目击者经过以后，他再把视频关掉。当我们询问目击者时，他自然就会给出女孩在秋千上还是活着的结论，从而给警方造成误导。如果不是走访获得的这段视频，差点就让他蒙混过关。这个老人看着笨拙，心思却如此细腻，完全不像是一个患有健忘症的人。只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如果人真是他害死的，他完全没有必要大费周章地把自己孙女搬到秋千上。我仔细想了想，他这样做恐怕是为了隐藏真正的案发现场。李婉婷或许根本不是意外死亡，而是被人谋杀。李婉婷奶奶是为了帮人隐瞒，而谁能让一个老人心甘情愿去顶替杀人的罪名？我脑海里冒出一个人，那就是他的儿子李国富。我来到审讯室，再次问询了李婉婷的奶奶周梅。我把那段视频摆在他眼前，不客气地对他说道：你孙女不是你害死的，你为什么要说谎？他看到后神色大变，显得很不安，浑身止不住地发抖。我趁热打铁，严厉地警告他，替人顶罪也是要负刑事责任的，劝你趁早交代，不要把自己搭进去。他眼泪簌簌往下流，泣不成声，心理防线眼看就要崩溃。于是我赶紧问他，你是在帮谁顶罪？他情绪很激动，抽泣了好一会儿，但无论我怎么引导，他就是不说话。平复下来后，又恢复一脸冷漠，是我自己疏忽害死了孙女，我没有给任何人顶罪。我气得一巴掌用力拍在桌子上，嗡嗡作响。现在案情出现变化，调查的重点落到李国富身上。周梅不肯开口，只能从其他方向进行突破。这时，组里的其他同事又有了新的发现。案发当天下午5点20分左右，李国富的卡里曾收到过一笔10万元的转账。李婉婷的死亡时间现在可以确定在当天下午的5点到6点之间，那这笔转账就显得很可疑。于是我和痕检组的同事驱车来到李国富家，这里极有可能就是第一案发现场。他见到我，显得有点惊慌失措，慌张地在衣服上擦了擦手，一边伸出手来和我握手，一边开口说道：警察同志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对了，我妈什么时候放出来？她应该不会要坐牢吧？这个人不像表面上那么老实，我也没给他好脸色。他右手僵在半空中，尴尬地收了回去。你先管好你自己，说说案发当晚的5点到6点这段时间你在哪？他不假思索地说道：我在家。
随后像是想到了什么，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。你们不会是怀疑我杀了自己的女儿吧？他倒是自己捅破了这层窗户纸。我不理会他的疑问，继续问他，谁能给你作证？他说，我妻子和我妈都可以为我作证，当时我和妻子正在家里面聊天。这怎么可能？我怎么会杀害自己的亲生女儿呢？虎毒都不食子，我看起来像那种猪狗不如的东西吗？想到法医说李婉婷长期营养不良，我想说她确实挺猪狗不如的，但警察的素养让我忍住冲动，只能在心里暗骂一句。案发后联系家属时，李国富明明说他妻子正在外地打工，但现在却说他妻子案发当天也在家里。难道他连自己妻子的去向都不清楚？还是说为了隐瞒什么？他解释说，我妻子见完我之后说就要出去打工。我又问道，你们当时聊了些什么？李国富眼珠转了转，就是聊聊孩子的学习，他妈妈在外面打工，难得回来一次，要是关心女儿学习，也不至于让女儿饿得面黄肌瘦。看来不给他上点猛料，他就不会好好说话。他的眼神里充满狡黠，我盯着他的眼睛，认真说道，那笔10万块的转账是怎么回事？他听到后，脸一下子煞白，额头冒出层层冷汗，声音有点哆嗦。我妻子正和我闹离婚，那10万块是他给女儿的抚养费。按他的说法，他和妻子正在闹离婚，而他妻子不想养这个孩子。我又问他，你妻子为什么不想抚养？他显得十分愤慨，还能为什么？那个贱女人在外面有人了。这些只是他的一面之词，真实性还待进一步调查。我在他家转了一圈，是个2室1厅的老房子，靠里面的是李国富的房间，靠外面的是他妈妈周梅的房间。我问李国富，你女儿住哪？他支支吾吾说和他奶奶住。但当我走进他奶奶房间时，却没有看到任何属于李婉婷的物品，于是黑着脸对李国富说，他到底和谁住？李国富眼神闪躲，不敢正面看我。他搓了搓手，指了指客厅的一个角落，然后低下了头。我走过去，那里放着一张折叠床和一个床头柜大小的小桌子，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叠教科书，墙上有一个挂钩，上面挂着一个破旧的小书包，看起来里面也放了不少书，沉甸甸的。我于是取下来，打开一看，书包里并没有书，而是塞满了已经熟透的芒果。李婉婷没有自己的房间，这就是她的房间。小桌子中间有一个抽屉，里面单独放着一个精致的本子，这看来是李婉婷最珍贵的东西。我于是随手翻开一页，没想到是李婉婷的日记。9月6日，我的同桌何子豪真讨厌，今天他带了一个好大的芒果，有我半张脸那么大，说是他阿姨给他买的，20块钱1斤。咬了一口，说这个芒果是坏的，随手准备扔掉。可我从小到大还没吃过芒果，我于是接过来，说帮他分辨一下是不是坏的。我咬了一口，软趴趴的，原来芒果是这个味道，真香真甜。但我得装作自己吃过的样子，吃了2口就把它扔掉了，然后胸有成竹地告诉何子豪，这个真的是坏的。等他走后，我偷偷捡起芒果又吃了起来，恰好被他看到，他大声嘲笑我说，李婉婷，你是不是没吃过芒果？一下子引来了全班同学围观，大家纷纷取笑我，李婉婷连芒果都没吃过，哈哈。我涨红了脸，差点哭出来，大声争辩，我当然吃过。他们说不信，我告诉他们，我明天就带来给你们看。妈妈说明天会来看我，到时候我让她给我买芒果。我看完整本笔记，久久无法平静，把它作为证物放到自己包里。这个李国富很可疑，但现在又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指向他。很检科的同事在他家也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。李婉婷是死于惊吓导致的心脏骤停，身上也没有任何伤口，现场能留下的线索本来就不会太多。如果他是死在家中，那么破案的关键就是找到他被吓到的真正原因。李婉婷在家里并不受欢迎，重男轻女的现象依旧存在。但让我不解的是，既然不喜欢这个女儿，他们夫妻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选择继续再生呢？在重男轻女的家庭，一个弟弟3、4个姐姐这样的组合并不少见，而李婉婷却是个不受待见的独生女。根据李国富的口供，李婉婷的妈妈那晚也在现场，她女儿死后这么些天还没见她露过面。离开李国富家，我们直接来到李婉婷妈妈的住处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她的妈妈就住在县里的一个高档小区。刚敲门，一个打扮精致的中年妇女就过来开门，把我们迎了进去，像是早就知道我们会过来。她把我带到客厅的沙发上，让我和同事随便坐，客客气气地说，警察你好，我叫张慧，是李婉婷的妈妈。这时房间里突然冒出来一个10来岁左右的男孩，对她撒娇，阿姨，我作业做完了，你快带我去游乐场玩。张慧转过头去，满脸宠溺，子豪，你自己先去玩会儿，阿姨一会儿就来。这个名字有点熟悉，我于是问了一句，他姓什么？张慧回道，他姓何，叫何子豪。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张慧住在这个高档小区，但刚刚那个男孩却叫张慧阿姨，这个房子显然不是他的。回到案情，我端起茶水抿了一口，问张慧，你女儿去世，你怎么都没去看看？她一脸尴尬，
想了想说道，人都死了，看了又有什么用呢？这听上去很冷血，不过倒也说得过去。我面无表情继续问他，案发那天下午5点到6点，你在哪里？他没多想，回道，那天我在李国富家，和他商量离婚的事。这和李国富的口供也对得上。我让他说具体一点，都聊了些什么？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开口道，我和他说要离婚，他不同意。我告诉他，我可以净身出户，并另外再给10万作为我女儿的抚养费，女儿归他。他说现在转给他，他就同意。我于是就给他转过去10万块。张慧之所以不要女儿，大概是他现在有了新的家庭，而这个女儿成为了他的累赘，他打算永远和他分割。而他愿意净身出户，大概是自己出轨理亏，加上现在的家庭经济条件还不错。后来呢，他是个无赖，收到钱后却又反悔了，说我给的太少，要20万。我当然不答应，他就是这样的小人，我气得直接离开。在李国富的口供里，他并没有谈到这个事情。我抬起头盯着他的眼睛，你几点离开的？他似乎被我看得有点不舒服，用不太确定的语气说道，大概5点半吧。你离开时，李婉婷在哪？她在客厅写作业。如果真如张慧所说，那李婉婷的死亡时间可以确定在5点30分至6点这30分钟内。那你知不知道李婉婷是怎么死的？问完，我目不转睛，直勾勾地看着他。他被我看得有点发毛，不自觉地摸了摸胸前的玉坠，嘴唇抖个不停，欲言又止。这时，他的手机突然响了一声，像是收到什么消息。他拿起看了一眼，又立即放下，随即面色恢复正常，面带不解地看着我。我女儿不是在秋千上被他奶奶那个神经病给害死的吗？我摇了摇头。那我女儿是怎么死的？他问得很没有底气，甚至有点心虚。我愤怒地瞪了他一眼，起身离开。回去的路上，同事告诉我，刚刚李国富把那10万块又赚了回去。我看了眼转账时间，正好是我在问张慧关于李婉婷死因的关键时候。我回去查了一下，刚在张慧家中，那个叫何子豪的小男孩，不出所料，他正是李婉婷的同桌，曾多次出现在李婉婷的日记里。看着眼前的日记本，我只觉得五味杂陈。忽然里面的一条日记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李婉婷在日记里写着，案发那天上午，她的妈妈曾经带她去公园荡秋千，还给她拍了好多视频。我脑子像是被电击中一般，我好像错过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。李婉婷的奶奶宁愿让她睡客厅的折叠床，也不愿让自己的孙女和她住一个房间，又怎么可能会带她去荡秋千呢？这不合理。那李婉婷奶奶手机里的荡秋千视频又是哪里来的呢？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李婉婷的妈妈。是她把自己手机里的视频放到了李婉婷奶奶的手机上。当时在翻看李婉婷奶奶手机的时候，我就应该想到，她奶奶用的是10年前的老旧智能手机，那时候的手机像素普遍不高，又怎么可能拍得出这么高清的视频呢？所以李婉婷的妈妈参与了整个事件，她不仅知道事情的真相，甚至可能是造成李婉婷死亡的真凶。想到这，我不禁怒火中烧，为李婉婷感到不值。第二天，我怀着复杂的心情，决定再去找一趟张慧。再次见到她，她明显冷淡了许多，脸上多了一些不耐烦。警察同志，我该说的昨天都已经说了。我十分笃定地对他说，你在撒谎。他偏过头去，不吭声。我愤怒不是因为张慧的隐瞒，而是因为他辜负了一颗真心。李婉婷对你们所有人都是一个累赘，但是在他眼里，你是他的全部。张慧愣在原地，似乎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说。我从包里拿出那个轻薄却又沉甸甸的日记本，郑重地交到张慧手上。他接过去，似乎觉得有点熟悉，喃喃自语，这不是我送给我家自豪的笔记本吗？接着翻开第1页，4月5日，今天好开心，我的同桌何子豪送给我一个漂亮的本子。他不小心把本子掉到地上，外壳上沾了一点脏水，他就不想要了，把本子送给了我。可漂亮了。4月30日，何子豪的阿姨又给他买了新衣服，他跟我炫耀说要500块，我的衣服50块钱就可以买2件。夏天我只有2件衣服换着穿，如果天气不好，衣服没有干，就只能再穿1天。但我不羡慕他，因为我的衣服是妈妈给我买的。他在外面打工赚钱一定很辛苦。5月9日，今天放学又看到何子豪的爸爸来接他放学，车上有个阿姨很像我妈妈，但我妈妈在外面打工，又怎么会在车上呢？我想我的妈妈。6月1日，今天是儿童节，下午放半天假。我回到家，可爸爸和奶奶都不在，他们出去喝喜酒把我忘了，第二天才回来。我在楼道睡了一晚，第二天醒来又晕又饿，但我不敢告诉爸爸，我是不能生病的。6月20日，何子豪给了我好多零食吃，他说都是他阿姨给他买的进口零食，自己吃不完都过期了，味道有点怪，但还是很好吃。9月7日，今天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，因为妈妈来看我了。上午妈妈带我去公园玩秋千，还给我拍了好多视频。以前自己一个人荡不起来，今天有妈妈在，我飞得好高。妈妈还带我去买衣服，我告诉妈妈我有2件衣服已经够穿了。我其实是故意这样说的，
我知道妈妈一定会给我买东西。我昨天答应了同学，说要带芒果去学校。我不敢主动让妈妈给我买芒果，我怕她不高兴，所以才这样说。过了一会儿，妈妈果然问我，那你想吃什么吗？听到这句话，我开心的想蹦起来。我赶紧告诉妈妈，我想吃芒果。我可真是个小机灵鬼。妈妈真的带我去买芒果，10块钱买了5斤。我不想妈妈多花钱，买的是有点黑黑的打折芒果。回到家，我把它们塞了满满一书包。等到上学，我就去分给同学吃，一人一个，还剩2个，一个给爸爸，一个给奶奶。他们就再也不会嘲笑我了。我长大后一定要赚很多很多钱，这样妈妈就不用再出去打工了，就可以天天陪着我。整本日记看完，张慧整个人像虚脱了一般，她一个踉跄，差点没站稳。我顺手把她扶住，把她扶到沙发上。我声音有点哽咽，李婉这一生，爸爸不疼，奶奶不爱，她很容易满足，只需要一点点甜就能填满她的内心。你是给过她一丝甜的人，也是她在这个世上最亲近的人。她死后，如果连给她一个公道都做不到，那你为什么要选择生下她？张慧情绪崩溃，哭得撕心裂肺。我的乖女儿，是妈妈对不起你，我真该死啊！她终于愿意开口，说出最后的真相。张慧的自述：我和李国富结婚后一直没有孩子，后来去医院查了，是他的问题。他妈把面子看得比天大，不想让人闲话，于是出了个馊主意。一天，他妈神神秘秘地给我端来一碗汤，说是送子汤。我不信这些东西，但是李国富也在一旁催我快点喝，我也就不情不愿地喝了下去。喝完后，他带我来到一个小旅馆，里面有一个陌生男人在等我。进去后，他把门关上，我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。后来我就怀孕了。他妈说那个汤是特意求来的，灵验得很，做事之前喝下去，生下来一定是个大胖小子。谁知道等到分娩那天，我生下来一个女儿。从那时起，全家就开始鸡飞狗跳。他怨恨他妈，他妈怨恨我，最后一家子的所有怨气都撒到女儿身上。因为这个女儿的到来，给家里带来不幸。后来我出去打工，一刻也不想留在这个家。谁知道1年前，我遇到了那天在小旅馆的那个男人，他叫何勇。那天他开着一辆看起来挺阔气的车，一下子就认出了我。他说，其实第一次见到我就爱上了我，只不过那时候他老婆还健在，碍于世俗的压力不能和我在一起。现在他老婆也去世了，让我和他再续前缘。我和李国富早就貌合神离，离婚是迟早的事，没多想就和他住在了一起。我原以为这是上天的安排，婉婷也是他的亲生女儿，正好可以一起带过来，我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。没想到遭到他的断然拒绝。他说，那就是个扫把星。你想想，他出生以后，你家就变得四分五裂，我老婆也不久后就生病死了，我那2年做生意也不顺利。这样的人，你怎么还敢往家里带？更何况现在我已经有了一个儿子，你平时多和他搞好关系。你要是想要孩子，我们以后再生一个就是。现在这个就算了，还是个女的，晦气。我也没有办法，只能选择抛弃他。这个县城不大，我和何勇在一起的事，没多久就被他们发现。那天我去找李国富离婚，他和他妈坚决不同意，觉得这会让他们抬不起头。直到我说我1分钱不要，净身出户，还给他10万块的抚养费，他才动了心。哪知道他收了钱后又反悔，说要20万。我气不过，临走时羞辱了他一番。你就这点出息，连何勇1根毛都比不上，老婆跟人跑了，还要给人养女儿。没走几步，忽然听到我女儿的尖叫声，妈妈，我怕！我连忙跑回去，只见李国富这个疯子骑在我女儿身上，一只手正在撕扯我女儿的衣服。他两眼通红，像一只野兽，嘴里还在念叨，你睡我老婆，我就睡你女儿。等我把他拉开，我女儿已经没了呼吸，她被李国富活活吓死。我吓得浑身颤抖，掏出手机准备报警。李国富看着眼前的尸体，回过神来，才知道自己闯了大祸。他一把抢过我的手机，跪着求我不要报警。他说，只要你不报警，我以后就再也不纠缠你，马上同意和你离婚。我那时候心乱如麻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看我犹豫，又跟我说，他死了不是更好吗？你没发现吗？我们的所有不幸都是有了他才开始，现在他没了，对我们每个人都好，不是吗？我鬼迷心窍，竟然真的没有选择报警。我承认我很自私，我当时想的是，他没了，好像一切矛盾瞬间就烟消云散了，一切都好起来了。李国富也有把柄在我手上，他不敢来骚扰我，我可以开启全新的生活。但是现在尸体就在这，警察查起来还是会被发现。我于是给他出了一个主意，他妈妈有间歇性健忘症，这一切又由他而起，让他妈妈去顶罪再合适不过。李国富这么多年对他妈妈一直心有怨恨，怪他当年出的馊主意，他妈妈也心里有愧，毫不犹豫就同意了。我把手机里上午拍的女儿荡秋千的视频放到他手机里，告诉他，你背着我女儿去到小区的秋千上，再开始外放视频，等到有人经过看到后再停下视频。秋千一直不要停，直到警察到来。又跟他说，等警察问起，你就装作失忆，什么都记不得了。
过不了多久你就会被放出来。我想，等事情结束，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获得新生，就当他未曾来过，一切都没有发生。张慧说完，不停地扇着自己的耳光，直到嘴角渗血，嘴里还在不停念着：我不是人，我对不起我的女儿。张慧交代后不久，李国富也承认了自己的罪行。他说那天李婉婷跑进他的房间，拿着一个芒果，开心地对他说：爸爸，吃芒果，可甜了。李国富看到李婉婷脸上的笑容，像极了他的妈妈，他觉得那是嘲笑，仇恨瞬间蒙蔽了他的双眼。钟梅在狱中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当时要是个男孩就好了。李婉婷的一生过得如履薄冰，她的出生仿佛带着原罪，所有人都不喜欢她。李婉婷一死，好像一瞬间所有人都获得了解脱。李国富不用再替别人养女儿，周梅不用再活在儿子的怨恨声中，张慧不用再担心女儿影响自己新的家庭，他们都觉得自己会有光明的未来。除了李婉婷，她就像一棵野草，没了就没了，在无人在意的角落，没有庇护，逆风生长，却终究没能等来属于自己的春天。